道教经历2000年的发展，融合中华文化的精髓，倡导忠孝节义，道法深入常民的生活之中，是唯一发源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宗教。张天师就是道教的教主，历代血脉相传，目前传承至第65代张义将天师。除了血脉的证明，张义将天师还符合天师宝诰中天师印记的特征，因此台湾的国宝道长陈荣胜道长鼎力相助，担任天师习职3师中的引进师，并推荐高雄道德院翁泰明宗师为保举师，使道教界天师习职的大事能顺利的完成，确立道教未来的领导者，让正统道教的发展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乾隆圣是我们道教界非常敬重的一个高道，他是63代的传人啊，可是他自己道法的修为相当高。凭良心讲，以他的修为不下于天师，但是呢，荣胜道长一生敬重天师，而且荣胜道长他在知道道法所在，所以荣胜道长在最关键的时候，他知道保荐谁当天师。他可以说是所谓的天师府的门下的尽职的一个弟子。所以过去啊，这个陈道长在建教的时候啊，他常常会提一个灯，上面灯里写的是天师门下。身为天师门下，陈道长明白道法处于急需整顿的时刻，因此他做了一个让道教传承重大的决定，就是引进第65代张义将成为掌教教主。张义将伊个算讲人的修养也较好啦，啊，伊的迄个户籍伊有去提迄个户籍的证明迄个血统啊，较顺啦在陈道长的鼎力相助之下，张义将天师于己丑年2009年正式习职。陈老道长也是我们在习职时候一个最重要的幕后的一个推手。那也就是由于他的签下这个3师的第一个，所以后续的就是翁宗师他也签下了这个，所以让我们3师可以完备。席位之后，在这2位我们的高公大法师的幕后的帮忙之下，我们呢陆续完成了在高雄、在台南跟政府的合作，跟地方的道坛的合作，或是跟地方庙宇的合作，去共同完成的一些教典科仪，那还有一些教育，都有完成。这几年，这个张天师傅呢觉得，既然我们要在台湾呢，让这个所谓的天师的这种神威显赫，那应该什么呢？要有一个重心，所以天师呢就在中部呢设了一个教育总部。第65代天师张义将习职以来，致力于道教道统的恢复，并积极宣扬道教文化，培养道教人才。因此，在壬辰年2012年，于彰化分园成立中国四汉张天师府教育总部，规划道教相关课程，展开文化交流，使其成为道教教育与道教文化发展的基地。在唐代，元宵不仅是赏花灯的节日，主要还是举行天官祈福的3元斋的佳节。对道教来说，这才是原本所着重的意义。既然叫做元宵，事实上就是上元。上元是天官赐福，因为3元嘛，上元、中元、下元。道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这背后呢，它有很重要的这个道教赋予的意义。
就是要上元斋。上元斋这个传统，从早期祖天师创教以来，所谓的三观，上三观所书，然后呢再上元，这个天官，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古老的传统，可以说是道教他们的这个节日，从教团后来变成是整个民族共同节日一个最好的代表。唐代帝释重道，尊奉老子为玄元皇帝。上元节是国家的节日，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员，都会到太清宫行香，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宋朝以后，成为岁时节日，演变至后代，人们重视节庆休闲，着重于赏灯的乐趣，却忘了上元祈福的重要性。直到戊子年2008年，台南主办台湾灯会，官方请陈荣盛道长主法的上元祈福法会，才再度展现道教完整的上元祈福科仪。当时在台南他们就觉得说，那既然这个什么呢是天官赐福，那么这几年台湾呢大大小小事情也很多，所以当时这个台南县呢就觉得说，应该大家呢不但要赏灯，而且什么要为国家祈福，为人民祈福，为世界祈福。所以那时候呢，台南就在上元节里面等于恢复了上元斋。那这个上元斋呢，就是由陈荣盛道长带领整个道士团来做的。所以在新竹灯会的时候呢，他们就决定呢，请这个张天师来主持这一次的什么呢？这上元斋会。那我想呢，这不但是一个延续的陈道长的这个传统，事实上什么呢？等于是也以天师府的这个身份来认可这个节日本身有一种宗教的含义。因缘际会，陈荣盛道长在台南灯会中以道法为国家人民祈福，从此灯会开始设置道教祈福灯区，落实举办灯会的真正内涵。而癸巳年2013年，在新竹举办的台湾灯会，更以罗天大教的规模，在道教联合祈福灯区举办上元万神护佑罗天移星转斗点灯祈福大法会，恭请中国四汉张天师府第65代张义降天师兼坛主法，接续陈荣盛道长灯会祈福的传统。那一年天师府很荣幸的被新竹县县长邱敬纯邀请说，这个道教的祈福法会，其实那次是整个道教宗教界都有，但是他特别重视我们天师府，天师府在65代天师的号召之下动员了这个全省36个高功法师，办了一个这个罗天大教，那个是很难。这个罗天大教自古以来只有皇帝才能够办，从民国2年以来，袁世凯是最后一次办，再来就没有办过。为皇帝、为国家举办的教典有什么特色呢？在罗天大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你势必一定是所有的教典一定要能引到天火，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就是要去设立一个虚皇坛，一个虚皇坛它是需要在封建时候是需要耗尽国家的很大的资源。在这个虚皇坛里面是很重要的，是在紫微，因为紫微星它是掌理这个斗府里面的星宿，所以需要有28星宿的符出来围绕在它，才可以构成一个虚皇坛。那再来就是在文书方面它是需要具备有玉皇大帝的皇榜，然后紫微大帝的红榜，这2个榜文是没办法少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罗天大教具备的3大要素。
在2013年台湾灯会，张天师府主办的祈福法会中所设置的虚皇坛，完全遵循北宋年间的古制，以天地人的概念为中心，在坛城周围设置了3天幡、9天幡、32天幡。3天幡代表的是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3圣尊，而9天幡代表道教的9天宇宙观，32天幡代表东南西北32方天地。另外，在内坛、外坛及中坛的周围也设立天幡护坛，所以整个祈福圣殿遵循古制，一共设置了116支天幡来迎请圣尊降临坛场。除了坛城的规格，罗天大教的主法者也有规范。古代皇帝为人民祈福的祭典，常延聘国师张天师主持大典。罗天大教一定要天师，别人不能做，别人做就是这个造假，而且天师要真天师，有带天命的真正天师，有经过3师认证啊，道教传承下来天师才能够做罗天大教。如果不是这个身份做罗天大教，会给地方带来灾难。当天师出现时，一定会有威严的护法及仪仗作为前导，人数依法会的规模决定。道教的纲衣华丽庄严，仪仗列队，让人感到气势庄严。2013年台湾灯会张天师府的仪仗，依循古代皇帝祭天的规模办理。前导有左右2班，一共24个人，象征着24节气，各持珠床、宝幡、羽扇等法器，同时有象征36天罡的36位高功大法师担任护法。最前方还有2人，各持留侯牌与雷侯牌。留侯牌彰显的是留侯张良的血脉，雷侯牌昭示老君赐张天师行雷法之权利。道教有数千年的历史，张天师所传承的是1000年道脉，并世代传承引天火的诀要。事实上，引天火都是一个天心正法里面的一个正式的一个仪式。那这一种的话，是因为它的难度比较高，它会受到天候的影响，所以几百年来很少有道长愿意去尝试这个法。那因为这个一旦没有测试好的话，就是引不到天火，那这个就很容易贻笑大方。那我们也很高兴说，在这几年连续在三凤宫也好，或是在新竹灯会也好，或是在我们主天师落成也好，我们每次都可以引到这个天火。那这个天火为什么要引天火？这是代表一个含义非常重要的，就是指的人的上魂是来自斗府，它的能量是来自太阳。那可以引致太阳的能量来安定这个人的上魂，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磁场的整合，能量的融聚。新竹灯会聘请张天师主法正统的罗天大教，为全国祈福，带来的奇迹就是平安无灾的一年。那么在新竹这个灯会当中啊，它有个核心的意义，就是由张天师带领的道教的这一些高道呢，来为国家祈福。所以那一年呢，这个什么呢？这个年头啊，这个祈福之后啊，那一年无论是什么，无论是台风啊，或者是等等呢，都显得非常的什么呢？平静。这个也就是所谓的风调雨顺，然后呢，国泰民安。但是做完以后啊，真的那一年，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啊。那一年好几个大台风都没有进来，这个是那一年道教界啊值得庆贺的事情，也是全民值得庆幸的事。自古以来，道教强调敬天祭祖，以孝为本，并以安定人心为主要任务。
2013年的台湾灯会，张天师将天坛上的阳岁天火引至法会，让光辉散布了整个法场，也散布到台湾的每个角落。不仅为国家带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一年，也重新接续了上天传承的道教规范，重燃道法的光辉。道教祖天师张道陵为汉代刘侯张良的第8世孙。创教以来，张天师血脉一直世代相传，不曾间断，且历来都受皇帝的推崇。随着国府迁移，天师道也漂洋过海，在台湾传承不断。张义降天师习职6年来，选择在台湾中部的彰化建立张天师府教育总部，开始弘道及培育道教人才的事业，并开始实现梦中祖天师的指示，雕刻祖天师圣像。几经波折，终于在祖天师的神威保佑下，于甲午年2014年完成祖天师圣像安座开光的仪式。设了一个教育总部，目的呢，也就是希望能够什么呢？能够有祖天师的这个圣像，有了这个愿望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可以发现呢，有很多的这个圣迹啦。当时这个木头砍伐的时间，其实也就是什么呢？就是天师呢，他有意愿来习子的时间。中间的困难当然是一开始是为了这个找寻要雕刻祖天师的这个原物料哈，是非常伤脑筋来透过各方各地的专业人士去寻找。那在台湾是找遍了没办法，那去四川走了2、3趟以后，也发现是不行，那才回来到台湾。那回到台湾的隔天，就有朋友打电话来说啊，有一颗江西的小叶樟，4、5年前就是我们习子时候就已经锯下来了，在当时我们就体会到说，莫非这个是一个神迹？当我们过去看以后，开出坯了以后，我们才知道真的是神迹的。得来不易的神木，在开府后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奇迹。浑然天成的木纹，让当地的居民也啧啧称奇。开下去以后，发现它是符合汉朝的符字，就左肩右写的纹路是天然的。那整个的出坯打开出之后，就发现是一个很类似一个祖天师已经坐在那里的样子，所有的颜色都非常非常接近。到了开面的时候，才惊讶说，原来这棵神木早已是预定好的，要刻祖天师。在当时也是造成当地雕刻师傅的整村的大轰动，认为说怎么有可能会找到这么刚刚好的一个神木在这里。神木开府后，出现神奇的天然木纹，躯干的正面就像古代衣服左肩右斜的纹路，正好符合道教左阳右阴、上阳下阴的理论，也是道教仙尊侠派的形制。顶髻有天然的发旋，还有勾勒出面部、耳垂及脸颊的天然线条。左手手掌还有雷纹，从代表天的武功，也就是左手中指延伸而出，而雷纹正是雷府的标记。最特别的是，神木显现天然的瞳孔纹路。天师去开府以后呢，开始雕造以后，就发现这个整个木材的这个纹理天成啊。过去啊，这个天师的圣像啊，有些是什么呢？是没有刻第3只眼，但是呢，真正的祖传的天师是有3眼的。结果什么呢？整到什么开
开服在什么在那个雕刻的时候呢，居然什么呢？发现那个第三眼。原本的圣像图稿是双目的，但神木却自然显现三目，这和张义将天师袭之前梦到三目祖天师形象正好相符。当时天师得此梦境后，为求证祖天师是否有三眼的形象，四处走访历代天师圣地，并且搜寻古今天师像，发现自古天师法相就有三眼及双眼两种，方才理解典籍中记载祖天师目有三角的意义。三眼天师在汉唐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是在大陆一直存在的，包括在这个寿录里面的祖天师也都是画有三眼的那个天师。他双眼当然是看我们芸芸众生啦，他的第三只眼就是看了天庭，因为他掌握了天地人。为了迎接祖天师圣像，张天师特别规划彰化教育总部的坐像为面朝西方龙虎山，表示时时信念祖庭，并将青城山天师洞中所刻的诗句高挂于圣像基座的左右两侧，横批则是明太祖颁赐第42代天师的诰，掌天下道教事，以示衔接天师的传统及责无旁贷的决心。在祖天师到达台湾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开光安坐的仪式。在道教的认为里面，万物皆有灵，可是这个灵它可不可以凝聚这个能量，就在于这个开光的动作，你能不能把它启动这个能量？那这个启动这个能量，也就是道教所谓的开光点眼，这个是需要的。而这开光点眼的过程里面，它是要借助哪一些能量？那在天心正法里面，正统道教的天心正法里面，它是很明显的去用到了所谓的日月星三光，一定是这三个能量的聚集，才可以启动。天师府决定在祖天师圣诞农历5月18日当天开光，使用的就是天师传承1000年的道法天心正法。道法本来就是自然，它是法自然，而把自然的能量来去浓缩、聚集在一起。因为在我们的正常的思维里面，太阳跟月亮、星星是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共同出现，就是月亮可能，星星也不可能所以他们的能量要取之他们在最旺盛的时候的能量，然后去融汇在一起，去从事这个天心正法的方式，然后去开光点眼。早期在汉朝、唐朝时候的开光点眼是借由三光的能量，然后最多后面就是书写了一张，用纸或是用布书写了一张文书去往上呈报，然后就是用四方形刻好以后埋在那个神像后面，这是在早期的做法。可是，在民国传到现在在台湾的这一些是比较属于小法的做法，它是借由白鸡的鸡冠的血，来开光点眼，那当然这个它的风险性就降低了，不用怕，借不到阳光，也不用怕说借不到月光或星光的能量。每次只要是天师府在办法会的时候，那天师呢都一定会按照古历，就是在农历的时候，他15号那个晚上。因为正是月圆的时候，对，然后吸收天地的那个月光跟星光。那一个晚上也是，天空也是乌云。那天师呢有跟上天禀告，然后也有做一些符上面的一些动作。那过了没几分钟，短短的几分钟而已，那个乌云就散开了，月亮就出现。他总共画了3道符，一个虚空画符，然后又画了一道符，把它在镜面上也画了一道符，然后呢，完毕之后要把这个月镜跟星镜要放在外面整整一个晚上，
所以那晚上我就在旁边在那边留守，一直到凌晨4点钟，因为不能照到太阳光，所以在日出之前，天师有交代要把岸移到室内。天心正法的开光仪式，是以3面古铜镜汇聚日月星3光为能量，因此先在月圆之日吸纳月光及星光，还必须在开光当日汇聚日光，再投射到祖天师圣像的双目之中，才算完成开光的仪式。在开光的当日，正好是台风来临，令天师府的人员非常担忧。当天的时候，因为是这台风，早上来的时候还是下着雨。我们是看9点至9点半，天师嘛讲你免烦恼啦吼，因为自然9点9点半，自然的迄个太阳它就要出来，我们是蛮紧张的啊。哇，下雨了怎么办？所以全部都很紧张啊，因为待会要用这个引天光，透过放大镜把那个太阳灯光透过放大镜把这个符纸把它引燃嘛，没有太阳就没有天光啊，所以我们一直在等啊。天师叫我们说不用紧张，不用担心啊，时间到太阳自然会出来。开光吉时一到，云层果然乍现天光，顺利的引燃天火。开光安坐科仪由张义将天师亲自主法，天师手持心镜接引并汇集法场内外的日镜与月镜的能量。天师演法将日月星3光之能量投射至祖天师圣像的面部上。此时神奇的事发生了。天师他用剑指要把这日月星3光的能量投射在祖天师的脸上。当初按照预计计划，他剑指是要比3次，结果比了第1次的时候，他就自动弹开了。天师也愣了一下，后来想，可能祖天师就决定在这个时候就要开光了。果然2、3分钟之后，太阳光就没了。所以我觉得这是祖天师自己挑选的时间了。祖天师伊的面迄个红纸。是阮进前啊砍落去的，这么红纸他要把它做生日的时候，他要把它拿开，可是天师他在做的时候，那个红纸他要自动把它弹开了，当场的人真的都吓一跳，很神奇啦。可是他不，外口人那种动作，这是用说落去的，其实我可以证明这个是真的，这是祖天师他显灵了。中国四汉张天师府。祖天师的圣像开光安坐，在一连串的神迹显现及众人的见证下完成了。仰望汇聚3光能量的祖天师圣像，信众们更能领受其浩然正气，进而抚慰人心。这也是道教的宗旨之一。我们既然传这个天师府，我们是希望说把它发扬光大。发扬至全世界各地的华人或是外国人，只要是人类，我们都希望让他有机会接触我们的道法跟我们的道教。所以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所谓的宗教的这个奇迹啊，那表示这个中部教育总部啊，这个张天师府尊奉这个天师圣像呢，它几乎是什么呢？已经就是表明的这个是什么呢？天师要在台湾要发挥啦，一般都说要发挥。那我相信张天师傅把这个天师供奉之后啊，天师的这个眼光是望向更远大的未来，而这也就是什么呢？道教未来的一个期望。陈老道长也是我们在习子时候一个最重要的幕后的一个推手。那也就是由于他的签下这个3师的第一个，所以后续的就是翁宗师他也签下了这个，所以让我们3师可以完备。所以说他这陈道长对天师府来说是功不可没。在一个
晚上我就梦见了陈道长，他穿着杠衣跟我辞行。四汉张天师傅体派传之体派陈荣胜道长为玉德真人。面对一代高道仙士，第65代天师有感于陈道长提携力挺之情，也感念陈道长为道教弘扬道法，教育后辈不遗余力之功。在陈道长告别世时，以教旗覆盖，并追封陈荣胜道长为玉德真人。过去啊，从63代、64代以来，都有这个所谓的奏子的这一套传统，有受禄的这一套传统。但是呢，比较少的是对于一位有成就的道长，能够给他肯定。一般都只是什么呢？只是行内人来跟他送行。但是呢，天师觉得陈道长是一代高道的典范，所以他特别什么呢？在他归仙之后啊，他特别在跟他升奏。当代的道教呢，需要有这么好的典范，所以跟他这个升奏，我想这个有特别的一个含义。甲午年2014年，国宝级的高道陈荣胜道长归仙，令道教界许多人士感到不舍。他不仅为道教贡献良多，更是灵宝道法传承的翘楚。因此，天师不仅晋封陈荣胜道长，还为陈道长举办了一场浩大的送行仪式。在这场庞大的送行队伍中，重现了数百年未见的道教科仪。由天师亲自担任明经官，设武陵童子幡，带领108位奏职道长身着法服，手持升天伞，步行3公里送陈道长至南天门。这样的阵仗，除了纪念一代高道仙士，还富含了深远的道教内涵。武陵童子幡它这个是根据我们的五行，五行里面去产生的武陵童子幡，那所谓的八卦伞就是我们所谓的升天伞。所有的道士他要登坛的时候，都需要持一把升天伞，他才可能达到天坛里面去朝见玉皇。在这个追封的过程里面是非常顺利，我们是来了108个道长，把他送行到，拿着升天伞送行到南天门去。这是源自我们36天罡跟72地煞，这一些天罡跟地煞，也就是我们天上所谓的星星。那这个要进南天门是需要这个108个星的转化来护送它，才可以进到南天门。那这个在道教里面来说，是一个非常正统的一个科仪。那陈荣胜道长是台南市跟台南市的土地渊源相当深的一位道长。那他是在他是跟着他的这个先父陈翁这个道长一起来学习这个道教的一个科仪。那他在他60年的那个一个相关道长的一个生涯里面，事实上他扮演了相当重要一个道教科仪指挥道长这样子整个科仪在一个指导跟进行上面相当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他所承袭的是道教灵宝派的这个道法科仪那除了这个科仪之外呢，
他对于这个音乐艺术、道教音乐艺术上面的一个展现，也非常的精湛以及成熟。过去60年，在他的一个弘道的一个过程当中，事实上他是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在1958年，他登了刀梯，获得了那个道长这样子一个考验之后，那他就在这个方面，他一直扮演了这样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灵魂的一个工作。陈荣盛道长与张天师的关系密切，他虽然国际知名，海内外桃李满天下，却非常谦虚，一直以天师门下的身份弘道授业，致力于道法的传承。他在国内外这是桃李满天下，教育了非常多的道士及教授。他也曾经在法国、在德国、在美国、在日本、在弘法，在把道教推广这个国际化。那我们也是受到他的承蒙、他的照顾，我们是持续的跟随着他的脚步，把道教国际化更为落实。陈荣盛道长在道教上的高度成就，使道教科仪及礼俗仍能活跃于当代生活之中，更吸引欧美及日本研究道教的学者纷纷慕名前来向他学习观摩。陈荣盛道长本来只是一个府城道士，但是因为道功精湛，引起国际道教学者前来拜师学道，也触发日本正一道观邀请前往传道授业的特殊经历。所以陈道长的足迹远到法国和日本，是将道教弘扬于国际的先声。张天师深感陈道长国际弘道的大业，而天师本人也有日本、英国留学的经历，赞同将道教弘扬于国际的做法，这也成为天师将道教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大愿。道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宗教，推崇慈爱，爱好和平，认为万物皆有灵，所以一向崇尚自然，尊重生命。在数千年前，道教就重视环保，追求人类与自然共生的道理。道教从古至今，它就一直在推崇这种慈爱，和平。它对这种万物它的那种生杀都有固定的时间，所以它不会对任何的动植物去毁坏，所以对这种环保是极为重视。它因为是道教认为说万物皆有灵所以这个灵性是不容易不能随便的去毁坏它，不然是会有因报。道教也发现阴阳合成太极原理，讲求男女平等，各适其性，女性亦可修道成仙。他对这种男女的性别它是一个平等的一个看待方式，因为他认为说人的上魂都来自天上的斗府，所以有很多女性的坤道的成为神，好比说王母娘娘妈祖啦，有很多，还有九天娘娘这个都是属于坤道成神的。所以道教的观念里面是男女平等的。道教所阐述的精神与现今世界所提倡的环保、和平、女性等议题不谋而合，但却一直不为世界所认识，实在是一件憾事。台湾在华人世界是相对的是宗教自由的一个地方，特别是在解严之后很多宗教呢都同时在发展。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道教呢还是比较传统，意思是它可以保有传统的很多的资源，但是也因为这样的资源，所以道教相对呢它的那个步伐也还是比较传统的。那在这种竞争剧烈的一个时代，
道教虽然有很传统的好宝贝，但是面对的这个新时代，面对着现代社会的竞争啊，我们必须要考虑怎么样让道教的好，也可以让社会大众都可以了解。道教因为它的神秘性跟它的区域性观念非常浓，因为它是跟生活跟环境结合在一起，所以一旦要跨越国际的话，它就是要适应国际的地理环境，所以这个对我们本土的宗教来说，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困难处。第一个文化的不同，第二个语言的隔阂，第三个就是生活习惯的不一样。所以它是需要一个适当的一个调整跟变化，与时俱进，它才可能达到说推广到世界各地去。道教需要走出国际，因此第65代道教教主张义降天师自掌教以来，积极地参与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世界性的道教活动。当韩国多次来电邀请张天师傅参加在韩国首尔举办的首届世界和平万国联盟宗教大会时，张义降天师即决定亲自率团，以道教教主的身份代表道教，以行动支持世界和平。首届世界和平万国联盟宗教大会用爱与宽容将人类联合在一起，尊重生命的价值，持续追求停止战争、世界和平。本次活动邀请多国元首、世界各地的宗教领袖与100多个团体共同参加。身为道教代表，张义降天师也受到特别的接待。在他们主办单位是把我们天师列为所谓的 VVIP 级啦。那所以 VVIP 级它有4个代表，一个就是宗教领袖，像有的是国家元首、现任元首或副总统啦等等级数的，包括一些世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等等这些。另外就是一个妇女界的代表，还有青年代表。那天师他算是我们在我们台湾地区属于道教的代表到一教之尊，所以他是以最高隆重的规格，包括特别安排这个单独的一辆专车来接送天师，而且他安排接待我们像这 VVIP， 他沿路你像步行将达3公里的沿路都会有欢迎的队伍，而且呢都会特别安排一些小朋友拿着一些旗子来迎接这些代表。那最特别的就是刚刚好来迎接我们天师的是2位小朋友，手上刚好拿着什么？一个龙的旗，中国那个龙的旗啊。宗教大会的开幕式在曾经举办过奥运的首尔奥林匹克运动场举行，世界多国的元首与宗教领袖，来自70多国的媒体，与现场30多万颗炙热的心，为和平不争揭开序幕。我去入去看迄个场面看得足感动的，就是讲从来都毋捌看过讲即个宗教的活动有遐济人，搁伫即个即个奥林匹克广场安尼差不多20-30万人看甲足感动用要流目屎安尼因为咱道教真罕日参即个天师斗阵出去参加即个活动我感觉讲迄阵真感动嘛有真迄个希望讲咱道教是毋是原来当安尼融入每一个宗教。嘛，这次我们受到韩国外交部邀请，对不对？天师傅代表台湾中华民国台湾，把这个道教那里传出去的话，那是我倒是认为说蛮好的了。这么多的人员参与这一次的世界和平万国宗教活动，那我们有幸去参加。那进到这个会场的时候，当下是非常的震撼，因为那个人数的这个众多，还有我们在现场所受到的震撼，这实在是可能我们这一生也应该没有太多的机会能够再面临到。开幕式的震撼深深打动所有与会的人员，也让中华民国的国旗在会场飘扬，让道教在国际发声，
展开向世界弘道之路。我觉得这有很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觉得这是中华文化的根底的道教，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位教主啊，他把道教带出了台湾，走出台湾这块土壤。那么也让我们国内的道长们啊，到国外去跟其他的宗教去做文化交流，开眼界啊，也开心胸。这次韩国行是开启道教国际化的起点，也促进了道教与世界不同宗教的交流。许多宗教领袖都主动与天师合影交流，让更多人认识了道教。那个天师他受到很多世界各国宗教领袖的欢迎，那么他们看到天师也主动过来跟天师握手寒暄啊，交换名片。像其中包括像这个 Sally Keder 女士，她是中东和平组织的主席，也是联合国代表。另外还有像那个伊斯兰教，其中有一个叫做拜克塔什教团的全球领袖，他叫哈杰巴巴这个先生，他的信徒全球据说会有1亿人啊。另外一个更有趣的就是墨西哥天主教的代表Estrada 夫妻他们2个，他们也拿起我们的小国旗在大会里面来挥舞主动来致敬，说台湾very good very good country 是这样，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天师除了做宗教交流之外，也为我们国家的一个外交，我相信也迈出了一大步。活动的最后高潮是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13万人的和平大游行。张义降天师带领着高公法师，身着道教华丽庄严的钢衣参加游行。道教的钢衣鲜少在国际出现，因此吸引了媒体及众人的目光，让道教的文化再次发光。其实每个人看到我们，都对我们觉得非常好奇。你们这是从哪里来的？好实际上，我想透过这次的活动，也让我们道教及我们从事道教的人员，在国际上也稍稍的去现了一个身。游行我感觉是一个真高调的啦一个活动办了真好咱这些团员嘛拢真有表现到咱这个道教的这个精神出来足侪这个国家的这个人士啦这个宗教拢一直要甲咱翕相咱游行的时阵，咱嘛感觉讲互人各国这个宗教对咱道教真重视。不分国界，不分种族，天师带领高公道长身着庄严的钢衣，用崇高的道教科仪呼应世界和平，发扬道教和平补真的精神。从我们主天师开光完以后，我们是发现说主天师的助力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一开光安坐完之后没多久，就是我们就获取到了韩国的外交部的邀请，那我们非常顺利的把这个几千年来道教推往国外的一个往外跨出的这一大步去落实，那也让我们台湾人的台湾的国旗在世界的一个场合里面去把它亮相出来，这个也是展现了我们道教的实力跟它的威力存在。道教来说是道法自然，它需要从内心里面去感受得到，这个信徒才会长久。所以道教长期以来都是以这种方式在吸引的所谓的信徒，那它也是好几个世代都会跟随着我们道教走。那当然我们慢慢的会试着去尝试把道教的一些比较被外人视为神秘的地方，去慢慢的去把它解释出来。因为普遍的现在人的知识常识跟他的文化水平都已经有达到某个程度，我们适当的去解释出来，反而是会让人家去容易的接受，不会让人家一味的认为这是一个迷信。早期会认为迷信是因为它民智未开，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是现在的科学很多方法都可以去证明说这个原因跟理由的存在。这几年来，
天师府积极展开了几项重大活动，由祖天师圣像开光安座，在台湾灯会中为国家祈福，为一代高道陈荣圣老道长归仙送行，到韩国参加世界宗教大会等，这些都是道教现代化的起步。未来天师府将持续立足台湾，放眼大陆，展望国际。